缅甸掸邦是丛林世界，拳头说了算，戴着金三角毒品基地的帽子，各族武装还在热闹地争斗着。近几年又把毒品基地变成电诈基地，成了割腰子不打麻药，人骨头可以卖钱的恐怖之地。抛开这些惊悚恐怖的梗，缅北确实是罪恶之地。首先，我们一起来看看当地各种势力的发展轨迹吧。缅甸南佤是怎么来的？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大家一定要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上个世纪60年代在泰缅边境活动的佤族部队，成分比较复杂，其中很大部分是参加老掸邦军的。这部分人会傣话，自称傣腊，还有部分参加国民党残军，被汉族称为腊家兵，都是作战勇敢的士兵。佤族老将领马哈散曾说，每支部队都在利用佤族，联合佤族，死的很多兵都是佤族。后来对南佤形成起主要作用的是艾小四和魏学龙的部队，他们属于国民党的残军情报系统，以前在佤族地区活动。人民军打下佤邦后，被迫撤到泰缅边境。国民党残军加入泰国后，艾小四等人就成立了佤联军，规模不大，和各支傣族掸邦军分分合合，基本相安无事。1974年7月，缅共人民军到泰缅边境一线去开辟根据地，也算是有一块活动地盘。1985年，昆沙和昭光真部队结合后，实力大增，整个边界线几乎被其所控制，只有少数佤联和缅共927部小分队活动，昆沙自然要消灭他们。佤联负责人艾小时、魏学龙为了生存，到邦桑找缅共合作来对抗昆沙。于是1986年初，佤联派人到邦桑找缅共中央。缅共当时也希望在泰缅边界建立根据地，所以双方一谈即成。缅共决定以927和086两个营为基础成立6旅，野毕、拉祜族任旅长，艾崩龙任副旅长，车具任旅政委，左仁南任旅副政委，到泰缅边界和佤联共同行动。但6旅还没有组建好，野毕旅长在边界一次遭遇战中阵亡，所以6旅的工作实际由车具、左仁南、艾崩龙3人负责。6旅下去后和佤联密切配合，经过几个月的战斗，从类帕布到甘地一线全部由6旅和佤联控制，南板和东岸的类3所也由927控制，在泰国边境已经站稳了脚。1988年初，缅军制定作战计划，集中兵力要把在泰缅边界的6旅和佤联消灭，然后在北进邦桑捣毁缅共中央。6旅和佤联苦苦支撑了40天，因无援兵而放弃了缅泰边界大部分根据地，只有保住了类山所和西边的甘地。这时期，缅军还是把主要打击目标放在缅共人民军这边，所以缅共中央支援泰缅边境的这些部队，要经过许多封锁线，很吃力。而昆沙部队经营多年，双方在抢地盘时，在泰缅边境显然是昆沙部队占上风。1989年4月17日，缅共的佤族将领把老东家缅共赶走，成立佤邦联合军，和缅政府停战。这时候缅军的主要打击目标就对准了一心要建立掸国的昆沙老掸邦军。此刻昭光真和昆沙的蒙泰军发展到顶峰，联合了掸邦大部分的掸族部队，在1991年4月贺蒙召开掸邦人民代表大会，宣布成立掸邦共和国，
包括了掸邦原来的36个土司和26种民族。赵光真为主席，坤沙为第一副主席，军队总司令。佤族的马哈伞也是副主席。几个月后，赵光真去世，随后坤沙就被选为主席。这时候坤沙应该想到中国那句老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所以肯定要消灭各种对手。而新生的佤邦联合军也雄心勃勃，在缅军的支持下，派出车子从大陆将北边的主力部队运到泰缅边境，和蒙泰军大打出手。佤军由李自如任总指挥，赵文光任参谋长，赵国安任副参谋长，陈三木那负责保卫和情报，魏学龙负责财政后勤、对外联络工作。其他成员有艾小时、魏赛堂、田光明、赵文新、艾布隆等。神秘人物车距已经不在了，其故事是另外的。几年的拉锯战，据坤沙部下老兵的说法，双方互有胜负。我们的阵地真正被佤军攻下来的没有几个，大部分是坤沙投降后佤军趁机占领的。缅军原打算让佤军打坤沙鹬蚌相争，他们坐收渔利，但坤沙在内外交困中投降，在第一线的佤军自然就占了更多的地盘。事后缅军要求佤联军退出部分地盘，主力回北边，佤联军拒绝，提出这些地盘我们是用人头换来的，老缅要让我们退走，拿人头来换。随后佤联军把北部10万种大烟的山区居民迁移到泰缅边境，这样就经营出一个南佤。金三角争霸纯粹是丛林法则，成王败寇，无所谓谁对谁错。傣族朋友还在念叨南佤是抢了傣族的地盘，已经毫无意义，谁会讲道理呢？作为习惯做历史马后炮总结的我，还是给这场战争总结了几点。一，两支部队都有一个中国人当参谋长，蒙泰军参谋长是张苏全，国军出身；佤联军参谋长是李自如，缅共出身。从宿命来讲，到了泰缅边境，国军还是败给共军。二，坤沙和张苏全应该也知道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道理，之所以那么高调地宣布掸邦独立，实在是坤沙毒品大王的名声太臭，而且坤沙一直追求的就是当一个傣族领袖，所以就算还不具备条件，也只能在草棚里宣布建立掸国，以此来笼络人心，结果自然引来缅人的怒火。三，傣族有自己系统的文化制度，历史悠久，但又习惯各自为政。近千年来，只要处理好中央王朝和缅人王朝的关系，就可以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当老大。英国殖民统治期间，以民族平等的理念激活了各民族的自主意识，于是都知道自己争取权利，不会再把慵懒而有点傻气的傣族当老大，你人数再多也没用。佤族是后起民族，缅共培养和整合他们，有了自己统一的组织和领导，没有什么历史包袱，有种勇往直前的拼劲，所以成功了。四，泰北传闻，坤沙败笔之一是和魏家闹翻。原本魏家也属于国民党系统，财大气粗，或者是张苏全有点担心他们尾大不掉，所以有点为难他们，结果魏家怒而投向佤家。作为证明，南佤在做大活动时，低调的魏家还是主角。缅甸佤邦能走多远，一直强调他们是缅甸佤邦，不是官方名称缅甸掸邦第二特区，是尊重他们的意思，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成为缅甸第8个民族邦，
他们有巩固的实际独立的地盘。北瓦 1.8 万多平方公里，比目前的孟邦和克耶邦面积都大。还有南瓦1万多平方公里，和缅军控制区犬牙交错。就因为他们实际控制的地方缅政府和军队进不去，所以缅政府不敢答应他们建邦要求。如果缅政府能进去行使权力，分分钟就答应他们成立佤邦。所以佤邦这目前最强大的民族武装，到底往何处去，能走多远？佤邦目前的优势 1.35 年和平稳定的环境，老百姓能安居乐业，这情况不要说果敢没法比。整个缅甸7个民族邦的地盘都很难找到这样的地方。如果经济繁荣，人口发展到1到200万，那前途可观。2. 有团结的领导集体，稳定的管理机构，靠组织佤邦联合党来安排各级干部，而不是家族式管理模式，这也和果敢形成鲜明对比。3. 佤族兵是全缅甸最优秀的士兵，作战勇敢，能吃苦耐劳，而且训练充分。4. 有完备的后勤保障系统，武器弹药能基本自产，可以支援盟友。5. 内外关系政策得体，不谋求独立，尊重缅甸中央，和北边关系密切，但是表面又保持足够的距离，不让缅政府抓到把柄。对于手下败将傣族也给予应有的客气，比如官方电视台还有傣语节目。强大的佤联军，佤邦今后将面临的困境。1. 靠什么文化来凝聚民族精神？这看起来比较空，但是没有精神力量来支撑，没有值得自豪或自我安慰的历史，只是靠利益来团结在一起，时间久了就会为利益而互相争斗。蛋糕大时，老百姓能吃到一点，没问题，蛋糕不够时肯定会乱。中国佤族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个成员，和其他几十个民族地位平等，走遍全中国没人会歧视他们。如果缅甸政府承认佤邦是第8个民族邦了，又有多大意义？全盘汉化，现在官方语言以汉语为主，这是历史形成的原因，但又体会不到中国佤族的那种民族自豪感。于是年轻一代佤邦人开始推广本民族语言，但词汇量够用吗？我倒是建议佤邦的朋友可以派人去柬埔寨学习，因为佤语毕竟是孟高棉语系，和柬埔寨语肯定会有不少相同词汇，关键是语调也接近，比较好接受。把高棉语推广开来，词肯定够用，但是这又涉及到一个敏感问题，如果佤邦成功引进高棉语，德昂、布朗、博欧等这些同语系的民族就会跟进，外人又会担心你们要建大孟高棉邦，佤联军还能走多远？2. 内部机构能始终保持稳定吗？南佤出身于国民党系统，过去军队操练也是国军的动作，他们和已经规划到泰国的国民党残军、泰北云南人关系更密切，而北佤完全是缅共模式，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只把旗帜和党以及部队名称改了一下，操作起来得心应手。现在北佤派出不少干部到南佤管理，部队训练也逐渐跟上北边。推广佤族文化比较积极的也是南边，那么南边的实际掌权者，低调的魏家能始终会跟上吗？3. 权力之争是正常的，找到和平竞争的路子了吗？新经济发展模式怎么弄？佤邦老一辈的领导人地位是靠砍人头来决定的，也就是谁的功劳大谁就当大官，新一辈领导人就要靠能力和知识，
当然也有父辈的提拔和培养。所谓打虎靠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自己儿子接班更放心。但是既然不再靠打仗来获得权力，那就会难免互相不服。这就要找到能用和平手段来互相争权夺利的机制，否则就只能靠枪杆子见高低。果敢一而再再而三的内讧，都是教训。前几天网上传北瓦有人叛变，更谣传鲍总去世，这都说明对手希望往一帮内乱起来。最关键的，和平发展35年，民生经济怎么样？城镇建设的比较现代化，那里的老百姓日子应该比以前好过。那么广大的乡下怎么样？生存环境改变的怎么样？还有整个佤邦找到继续发展的经济模式了吗？如果缅甸是个和平又开放的环境，佤邦利用区位优势，做中缅泰贸易的中介就已经能赚很多的干净钱了。可惜缅甸的乱，导致内部和平的佤邦也只能走邪路。这35年来，黄赌毒电诈样样都占了，被北边通缉的电诈头目到现在也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种种迹象表明，佤邦也在茫然和观望中。佤邦暗中支持果敢同盟军等武装打下一大片土地，作为大哥能最后罩得住吗？一切都是未知数。缅甸这些武装的困境，目的只有一个，让大家都明白，缅甸各族靠枪杆子争权的路子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只会越打越乱。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出路是通过对话、包容和民主进程的建立来实现和平与稳定。这可能包括对话与协商，通过各方之间的开放、诚实和有建设性的对话，寻求达成共识和解决分歧的方式。政治改革，推动民主化进程，包括建立包容性的政治制度，保障少数族群的权利和利益。经济发展，通过促进经济发展和减少贫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减少冲突的根源。国际社会的支持，国际社会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施加外交压力，提供援助和支持，促进和平进程的推进。社会和解，建立包容性社会，促进不同族群之间的和解与团结，减少社会分裂和敌对情绪。只有这样才可以让缅甸更安定团结。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欢迎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再会。